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博尔顿新书：川普在中国事务上的说法和做法。博尔顿的新书不是叫这个啊，博尔顿的新书叫另外一个名字，这是我起的标题啊，因为方便大家理解我讲的内容，因为这本书不可能我在节目里面完整的讲这本书啊。在讲这个内容之前呢，我先把今天很多新闻，我把新闻跟大家捋一下，因为都是跟中国有关的重要的新闻。第一个就是蓬佩奥跟杨洁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的谈判已经结束了啊，但是消息还没出来。现在就是应该是先去白宫报告，然后再决定怎么放消息啊。我们不等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是今天最重要的新闻。第二个是七国集团 G7 外长就香港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啊，我跟大家读一下，这联合声明很简单，我们一致严重关切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决定，中国的决定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及其在联合国注册的中英联合声明，拟议中的国家安全法会严重损害一国两制原则和香港高度自治，我们极为关切这一行动将削弱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并威胁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这一决定。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声明啊，为什么？我评价一下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声明，而且是一个行动啊。它表明三件事。第一件事，西方国家在香港问题上立场一致了啊，所以他们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啊，而且西方国家会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对中国采取这种反制的措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由于西方国家在香港议题上的协调立场，那么也就是说，它推动了西方国家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一致立场，那么他们开始协调了啊，这为未来西方国家在其他议题上一致对华开辟了一条道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中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外交形势啊，这个形势和什么时候有关？有点像和6·4之后的形势非常相似啊，非常相似。如果持续发展下去，那就是6·4以后的外交形势啊。这3点评价啊。第三个就是川普总统签署了这维吾尔人权法案啊。那么川普总统6月17号签署了之前美国国会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法案，法案当中谴责中国在新疆侵犯穆斯林的人权啊。这个法案的签署有2层含义啊。第一个，给蓬佩奥助威啊，知道吧？蓬佩奥在跟杨洁篪谈判，然后这个川普就把这个人权协议签了啊，给蓬佩奥助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回击博尔顿里面新书里面讲这个川普的对华政策，包括新疆问题啊，他做一个回击啊，这是第三条新闻。第4条新闻，中印冲突啊。中印冲突呢，这个今天的情况是印度和中国的军方在加尔万河谷的谈判已经结束了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未来几天还会继续谈判。那么现在有一些媒体已经爆出来，就是15号中印双方的军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啊？
那么一些细节透露出来，死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山上打，有人摔下去，摔到山谷里啊，摔伤啊，重伤啊，就死了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动枪，就是中印双方还是遵守不动枪的原则，但是好像是300个中国军人去夜袭印度的营地啊，印度应该是50-60人的营地，然后双方就开始打。那么说是中国的军人穿了全身的这个防爆服啊，拿着盾牌打的啊。那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会300人打50-60人，怎么中国还死了40多个人，这有点奇怪啊。那么反正总之呢，就是没有动枪，但是呢基本上其他都上啊，还戴了头盔，说中国军人还戴了头盔，戴了盔甲等等啊。然后呢，印度那边现在的情况就是举国上下群情汹涌啊，总理莫迪啊公开表态啊，说这个印度士兵不会枉死啊，印度将会捍卫每一寸领土每一块石头。莫迪表现出来还是比较强硬的啊，强硬。那么双方都在征兵啊，然后谈判还在进行。印度这边群情激昂，中国这边偃旗息鼓啊，态度很明显，中国不想把这个情况升级。但是印度方面呢，反正他正好现在呢知道中国不想升级，所以他就升得很高，所以还是想让中国多让步啊，大概是这样啊。那么今天这个川普发了一个推特 ，Stand with India， 支持印度啊，那大概是这样啊。然后第5条新闻，所以今天新闻很多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今天说啊，那个港版国安法让美中贸易关系变得非常复杂，他正在研究取消香港优惠政策之后对美国的影响。这是第二个这个美国的机构出来警告美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这个严重原则性啊。好，大概我就今天你看我用很短时间把5条新闻全部讲完啊。为什么？就想把这个时间留给博尔顿。博尔顿是美国的川普原来的，他之前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然后呢川普就让他去做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啊。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川普又觉得他老想打伊朗，川普又不想打，结果就一怒之下就把他炒鱿鱼了啊！炒鱿鱼，博尔顿就很生气。然后呢，其实博尔顿一直憋着想说的了，然后应该就是憋了本书出来啊，就憋了本书出来。他这本书呢，名字叫《那个发生一切事情的房间：白宫回忆录》（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ry） memoir 啊。那么这本书呢，6月23号出版，现在排第1啊，在亚马逊上排第1啊。它里面讲了很多，当然讲了中国部分，其他部分我就不讲，因为我还是聚焦中国部分。我最想知道中国部分，因为我很想知道白宫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川普到底怎么做怎么说的啊？因为我们大家如果一直在看我们节目的网友知道，其实在过去中美贸易战开始，我们一直在揣测川普的想法啊，那么当然没有人来告诉我们想法对还是不对。不过我们对川普的基本的脉络还是把握对的啊，大家可以回放我们之前的视频，可以证明这一点啊，我没吹牛。好，我们就选这个华盛顿邮报呢，就把里面中国有关的部分呢就报道出来啊，然后我就把这部分跟大家念一下啊。这部分它有几个场景，一个场景就是12月1号川普第一次见
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啊。那么这个他是这么说的啊，习近平首先告诉川普他很棒啊，就是川普给川普捧川普，然后习近平就拿着便签啊，开始一样一样的讲啊，然后川普呢就是即兴发挥啊，没有人知道他下一秒钟会讲什么。然后川普亮点来了啊，习近平说我希望跟你多合作6年。川普很高兴啊，虽然川普回答说大家都在说应该废除宪法对总统2届的任期。习近平说美国的选举太多了啊，我可不想变成川普那样。川普很赞同的点点头。然后习近平说美国的选举太多啊，然后习近平就开始转入实质啊，他阐述了中国的立场，要美国收回川普现有的关税，双方不应该进行竞争性的货币操纵，同意不通过网络窃取知识产权。然后习近平还说美国应该取消川普定的关税至少放弃新的关税啊。习近平说人们期待这一点。然后博尔顿说他说我很担心川普会直接就答应了习近平要的一切。川普真的差点就答应了。川普单方面的提出来美国关税维持在 10%， 其实他们之前说的是 25%。 然后作为交换，川普要求增加中国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量，帮助关键的农业州投票支持川普。如果能达成一致，美国的所有关税都会降低。然后川普就问那个莱特希泽说还有什么遗漏吗？说莱特希泽在那急得够呛，然后赶紧说尽其所能把话题引到现实的轨道上来，把重点放在结构性问题上，否定了中国的提案。最后川普最后说莱特希泽负责最后的交易的制定，然后库什纳也要一起参加啊。博尔顿在这里讲，这个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兴奋起来笑了啊。决定的一幕出现在2019年5月，中方违背了新签订协议的几项关键内容，包括所有结构性的问题。对我来说，这就是中国根本不认真对待贸易谈判的证明啊！他就一直说中国是不认真的啊。这是第一个场景啊，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见面。第二个场景就是日本大阪的这个20国峰会，20国集团峰会。6月18号，川普与习近平通电话，这距离20国峰会只有1周的时间。他们将在那里举行下一次会晤啊。川普告诉习近平很想他，很想念他，然后说他参与过最受欢迎的事情就是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这对他的政治上有很大的好处啊。这是打电话。到了6月29号大阪的会晤，习近平对川普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他说一些美国政治人物呼吁和中国进行新的冷战，这是做出错误的判断。川普就把话题转到了美国总统大选上，请习近平帮助他在大选获胜。他暗示中国经济能力在选举结果中农民和美国增加购买大豆小麦的重要性。博尔顿说我原本想把川普的原话列出来，但是政府出版前的审查程序不允许所以他只好引述一下。随后川普又提出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的问题，敦促中国重新收回立场，达成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最大协议。他提出对于剩下的3500亿美元的贸易不平衡，就是按照川普的算术怎么又变成3500亿其实川普很多数字搞得乱七八糟美国不会征收关税但他再次强调习近平要尽可能多的买美国农产品。习近平同意双方应该重启贸易谈判，对川普做出不征收新关税的让步表示欢迎，同意双方谈判团队优先恢复购买农产品的讨论。
然后川普欣喜若狂，说你是300年来最伟大的中国领导人。几分钟后，他把这个话再修改为你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川普告诉习近平，然后呢，他就这个博尔顿就说，他说我辞职以后，那个谈判的确取得了协议但是内容不尽人意这是两个场景这是两个场景。然后博尔顿就这样形容说川普与习近平的对话不仅反映了川普贸易政策的不协调，也反映了川普心中他的政治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的错乱。川普不仅在贸易问题上，而且在整个国家安全领域将个人和国家利益混在一起。我很难找出我在白宫的任期内，川普有什么重大决定不是出于连任的考虑，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就拿川普处理华为和中兴通讯所带来的威胁来说，罗斯等人多次推动对这2家公司的制裁，而川普则认为这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而是向习近平做出个人姿态的机会2018年他推翻了罗斯和商务部对中兴通讯的处罚。2019年他又提出，如果华为在贸易协议中有所帮助，他就会撤销对华为的刑事起诉。当然，这主要是为了让川普在2020年连任。这个博尔顿这样说与川普的这类对话形成了一种根本无法接受的行为模式，侵蚀了总统职位的合法性。博尔顿说，民主党的弹劾如果不是如此执着于他们的乌克兰闪电战，而是花时间系统的了解分析川普的整个外交政策，弹劾结果会不同会不同。好，这里面有几个议题，香港议题、新疆维吾尔议题和台湾议题这个我很关心的2019年6月初，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我第一次听到川普的反应是在6月12日，听说约有150万人参加了周日的示威游行。他说这很了不得，但他马上说我不想参考，我们也有人权问题，管他呢，我们正在努力做一笔交易。川普总统在天安门大屠杀的时候，30年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管他呢，我们正在努力做一笔交易。而且川普拒绝发表白宫声明，那是15年前的事了。他说不准确谁在乎他呢？我只想做个交易，我什么都不想要，就是这样，这是川普的态度新疆维吾尔议题北京对新疆维吾尔民族的镇压也正在迅速进行。川普在2018年白宫圣诞晚宴上问我，为什么我们要考虑制裁中国对维吾尔族的迫害？维吾尔族是一个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新疆省的穆斯林民族。在2019年6月20国集团大阪20集团峰会开幕晚宴上，只有翻译在场的情况下，习近平曾经向川普解释为什么要在新疆建集中营。据我们的翻译说，川普说习近平应该继续建那些集中营，川普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然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高级幕僚伯明就是那个原来当记者的伯明告诉我，川普在2017年11月访华期间说过非常类似的话。这是新维吾尔的议题他今天签了维吾尔人权法案然后台湾议题台湾议题他这么说，川普在台湾议题上特别词不达意，他听信了那些靠中国大陆投资发财的华尔街金融家的话。川普最喜欢的一个比喻就是指着他的一个利器的尖端说这是台湾，然后指着椭圆形的办公室的办公桌说这是中国美国对另外一个民主盟友的承诺和义务就是这样子那么大概是这样
就是他台湾议题，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是台湾啊，那这是台湾，这是中国，这就是川普的态度。然后，这就基本上这是以上，这就是叫什么？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啊，基本上把川普对中国的各个事务上的说法和做法，基本上把它摘录下来。然后呢，《纽约时报》也有一些，但是《纽约时报》集中的不是中国这边。《纽约时报》报道是博尔顿对川普的一些常识知识的缺乏感到非常惊讶，比如说，川普不知道英国拥有核武器，还一度问芬兰是否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还有一点，博尔顿说美国差一点点就脱离北约，差一点点，比大家想象的还要近，就差一点点就脱离北约了。然后那个川普的一些幕僚背后就开他的玩笑，说2018年川普和那个金正恩会面的时候，蓬佩奥写了一个纸条给这个博尔顿，上面写着他真是 he is so full of shit 就他满嘴胡扯。这次会面之后蓬佩奥对川普的外交政策非常不屑他说这个川普的那个北朝鲜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啊。博尔顿在书里面这么写，他说川普的思维像一个由点构成的群岛一样这跟我说的很像嘛让我们其他人去分辨，然后创造政策创造政策。他承认这有好有不好有坏大概就是这样吧，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说我的看法。第一，我相信博尔顿说的内容这些内容，尽管他是被川普炒鱿鱼，但是我觉得这书里面从现有看到的这些内容来看，我相信他说的这个内容是真的是真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川普的行为特征非常符合一个含着银条根出生的富豪的身份，和他的行为模式非常符合。为什么？因为我见过这样的人我以前的老板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他不需要逻辑他需要的是什么？他只需要我要的那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他不需要建立一个逻辑来证明我为什么需要这样东西，因为他要的东西马上就能得到。所以他的习惯是什么？但是我要这样东西，我要那样东西，我要这样东西，这就像一个点构成的群岛一样所以他就是这么长大的。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是不需要他的所有的需求是不需要说服别人的，他只需要提出要求就行，然后他的要求就被满足了。因为他从小生活在富豪家里，从小生活在富豪，最后他自己变成富豪的人都是这样的行为模式，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认识这是第二点。由于川普就是一个这样的行为模式，其实他的幕僚天天都很抓狂。为什么？因为他这一秒钟讲的事情跟他下一秒钟讲的事情是完全没有关联的，你得跟得上才行。就像那个他原来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蓬佩奥的前任原来是 Shell 壳牌还是 Shell 美孚的 CEO。 你说一个 CEO 跑到这个川普手下当他的国务卿，会疯掉。你想一个大的集团的 CEO， 他做事情需要什么？所有的 CEO 他做事有个特点，他很有条理，而且他很有逻辑，他必须用条理和逻辑去把这个事情分析得很透彻，然后一件一件的完成。这种人跑到川普的手下，
那一定会疯掉，一定会疯掉。川普就是一个完全没有逻辑，这一点这会儿想到这个，然后另外一头想到这个，为什么？因为我老板以前也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得，他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唯一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满足他的要求，从小就是这样。一直到他现在，到他70多岁就是这样，所以他的这个他这个行为模式就是这样，所以他为什么会数字又记错啊，这个又记错，那个又记错，原因就是这样，他就是一片混乱，他就是在每一个时刻想到的都是点，他没有面，他都是点，点跟点之间没有关联，他就关键是他想到了，他靠的是什么？直觉。你也别不信，他直觉有的时候还真的非常厉害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中国事务当中啊，博尔顿对川普的描述，我今天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博尔顿对川普的描述跟我们当初的想象是一样的啊，就是那样，就是那个样子的，就是在和中国的所有的交易当中，川普想的，川普做的，基本上我们当时就是这么想，就是这么分析的。他为什么不帮香港人？我们很清，我当时的讲法就是，他就是为了防止这件事情，他碰都不碰，他就是怕影响他的贸易谈判，中美贸易谈判，所以他碰都不碰。博尔顿讲的非常对，当时就是个态度。对于台湾问题，他也是这个态度。碰都不碰，哪个大哪个小，哪个大哪个小，就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很高兴的是什么？我看完这一篇之后，我边看边笑。为什么？当时我们想的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真是这样的。所以我非常相信博尔顿讲的这话不是假的，是真的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我会去买这本书啊，我会好好的看一下。不过这篇文章呢出来之后呢，让我更了解川普啊，我们也可以更清晰的看到发生在白宫里面的事情，或者是发生在川普身边周围的那些事情，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就是那些混乱的过程，就是其实川普的政策的制定2个字，混乱，就是一片混乱。因为他底下的人再聪明，再有逻辑，再有战略，都没有太大的用处。为什么？他没有战略。我一直讲川普是个没有战略的人，他只是要的各个点而已。这个点跟我连任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是吧？好，搞这个点有没有关系？没关系，不管这个点会不会影响我的交易？不会啊，那行搞。基本上他是朝着这个方向走，他的所有的推动力，川普的所有政策的推动力只有一个，让我当选，让我连任。这本书其实所有的指向都是指向这一条，就是我要连任，他就是想连任，所以推动他的所有的政策都是后面的唯一的推动力就是连任，这就是川普。我对川普没有看错，他真是这样，我没有冤枉他，我一点都没冤枉他啊。好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啊，讲这么多，我觉得这本书，很有价值，就是让大家会看得更清楚啊，看得清楚川普的行为模式啊。其实川普的行为模式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只要你把这个东西看懂了，他的所有行为你都是可以预测的，他的所有的行为都可以预测啊，都可以预测。所以这本书出来对川普的选情是有很大的影响啊，会有很大的冲击。大概就是这样，好吧。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特别请大家点赞，因为我看了一下之前我们的这个视频，5毛踩的很多啊，我相信还有一些不是5毛的也踩啊，我知道什么人在踩啊，请大家帮我点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这2天遇到很多的很严重的洗粉，所以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订阅还在不在啊？一个是订阅还在不在，小铃铛有没有点亮小铃铛，参加我们的直播，然后关心一下啊，能不能帮我们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好吧？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3点：情况、问题、观点。那么我还是想请这个在线的北京的网友，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北京的情况？如果能够把北京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那我们就能够随时更新一些情况，或者说在未来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请北京的网友尽量的能够提供一些北京的情况，就帮我们提供一些北京的情况，因为北京的疫情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我们关心的一个焦点。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中枢中国的中枢在北京中执机关全在北京。那么北京的疫情如果失控的话，实际上对整个中国影响都非常的大而且这种心态上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好吧？好，明谢一下，贝拉瑞谢谢，艾菲刘谢谢，纯打卡纯支持王先生，刚才重新订阅了是吧？真的是吧？阮光能谢谢Green 谢谢 Chloe 谢谢，苏库雅谢谢，最近一切都在加速发展，感谢老师理性专业的新闻点评，祝美西考试成功Daniel 梁谢谢观点博尔顿是反共鹰派，被川普开除了，说明川普根本不反共，而且一直盛赞习近平。对川普对习近平的盛赞就没有停过观点，此书一出，川普基本上被 call out， 他的对华政策再也不可能软化了。观点，没有这本书，川普的政策也不会软化。为什么？我解释给大家听。川普在疫情发生之前，川普一直认为他要通过中美贸易谈判，让中国去买农产品，从而他得到农民的选票，这是他制胜的关键，所以他致力于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在他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所有的政策都压下来，包括香港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其他的问题，包括中国的像什么西藏问题、维吾尔问题、宗教问题等等问题全部都压下来，保一样东西，他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叫连任驱动连任驱动他在做这件事情。好了，到了疫情来了以后，美国全社会群情汹涌，要向中国追责，这件事情是美国社会的共识。现在川普手里的这个中美贸易协议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鸡肋变成什么鸡肋呢？他不能讲，为什么呢？他现在在讲呢，有点不合时宜。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追责，你这个时候跑出来讲我跟中国签了一个伟大的协议，你这不是大家会怎么看你？所以川普手上拿到这个中美贸易协议，虽然是他的政绩，可是他是变成了一个不可讲的政绩。不可讲的政绩对他来说有用吗？没用啊！为什么？因为他要选票选票是要去拉的呀，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呀。所以他是不是很介意这个中美贸易协议？他没这么在乎中美贸易协议，因为他不可讲。好，另外一个层面，当大家都在竞赛对中共强硬的时候，中共强硬就是选票所以川普对中共强硬，对中国强硬的原因是什么？还是选票，还是连任。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吃香啊，这个有卖点啊，所以川普在做这些事情，他一点都不会介意之前的说的那些话。为什么？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连任。所以推动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川普一定会对中国强硬，而且越来越强硬，就是这个道理啊。观点说川普并不代表支持，说川普并不代表支持拜登，但这次谁上台都反共。由于博尔顿的出书，川普只剩下反共一条路。我觉得你们还是没有看，我还是不同意这种非黑即白或者非白即黑的这个，政治不是这么玩的。政治的玩法就是你看他做这个做这个动作或者推动这个动作，推动这个政策背后的意图是什么？他有什么政治利益在里头？其实就是很简单，你看政治利益有没有政治利益？有政治利益。川普的政治利益是什么？连任。那么选民支持，选民喜欢，大家高兴，他就做。现在就是选民支持、选民喜欢的政策是什么？对中共强硬，所以他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跟什么？跟其他没有关系，他就是要他连任啊。提问：博尔顿的话能信吗？其他的话我不知道啊，他的其他的话我不知道，但是我刚才念的这些话，我全部都信。我认为这符合第一，他讲川普的那些行为符合川普的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这种家庭长大变成一个富豪的这样的行为模式。我对这个行为模式非常熟悉，因为我以前老板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在中国问题上描述的这些场景和我们之前的节目讲的一模一样，你们可以往回看。这本书是对我们节目的肯定，所以我相信他。我有点私心哈。观点：博尔顿当然是在报复，这跟他是不是说假话是两回事。川普如果没有说这些话，他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声讨。观点：这算是给民主党猛料了，不过爆料的结果只会是两党轮流比对中强硬。你这个话很有倾向性啊！观点：昨天的想法与做法不代表今天还是一样。在当美中还有利益往来，当然要顾全大局。今时不同往日，川大爷彻底抛弃大豆合约了，相信他会与时俱进，做正确的决策。川大爷什么时候抛弃大豆合约了？没有抛弃。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中国还在执行啊，没有抛弃。你这观点不对。川普对习的认知是渐进的，他不是在用现在的行动来更正调整之前的不当吗？不是，你错了，他其实不是这样。川普对习没有看法，他对习没有看法，习只不过是他用来实现推动他连任的其中一个工具而已。习是负责帮他买粮食的，就是之前他当习是帮他买粮食的，台湾话叫凯子啊。那么没有错啊，这有什么错？川普对习的看法没有错，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就是习就是帮他买粮食的凯子，这样的话他选票就铁定了。这是一头。现在他对习的态度其实没有改变过，他对中国强硬，他习是什么？习是他连任的一个垫脚石，没有区别。他没有什么认识的问题，他不需要认识，他对习不需要认知，他都不需要管对方是谁，他只要对方能够满足他的这件事情，他想要的这个事情就行了。这就是他们的行为模式，就是我想要签这个协议，你要给我买粮食，行不行？行，好，我给你签，其他事情我可以搞定，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态度。他现在有没有改变对习的看法？他没有，他对习没有看法，所以改变什么？所以就是这样子。
啊，因为这些富豪就是这样的行为模式，因为他去提出一个要求，他不需要告诉你，那我们过来开个会啊。今天呢，我们遇到一个这个情况，你看，由于这个，再加上这个，我们今天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意见？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是吧？好，我们就这样做。好，我来安排一下，你呢做这个，你呢做这个，你呢做这个，行吗？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我们散会。CEO 是这样开会的，川普需要吗？川普不需要。他当老板，他不是当 CEO， 他上来就说，哎，我们要个凳子，行不行？行吗？跑过来讲，旁边一个幕僚讲，不行啊，凳子不行，我们这里放不下了，放不下凳子，那换个椅子吧。凳子都放不下，椅子更放不下，那怎么办？那就把其他的凳子全扔掉。川普就是这样的人，他不需要告诉大家他不需要向大家证明我提出这个要求是对的、合理的，他完全不需要，他只告诉大家我要什么，他甚至连我要什么都不告诉大家，他只是今天讲一个这个，明天讲一个这个，你自己琢磨吧，琢磨我想要什么，然后底下的幕僚就根据他讲的这句话，根据他讲的另外一句话，拼出一个政策来，告诉他，老大，你是不是想要这个？他一看，这个不错啊，这个好玩，这个可以上。他们就是这样的德行，没有你们把这个白宫里面就是发生在川普在椭圆办公室里面的场景，就是一个这样的场景，没有战略，不存在战略，不存在逻辑严谨。有个什么重要的幕僚把一个图表挂起来，然后一项一个 PPT 一个 PPT 的跟大家讲这些，不存在这种事情，不存在。所以他对习近平的认知是渐进的，不存在。他对习近平的认知没有渐进式的关系。川普的对事情的认知不存在渐进性的认知，只存在有一个认知，有另外一个认知，有一个认知，它是点式的。用博尔顿的话讲是什么？就像由点构成的群岛，太传神了，这个话，不知道谁写的文章，写的真好。观点其实可以看到端倪，他退军中东和疫情前后漠不关心香港，在西点军校的发言，这都是迹象。川普就是美国优先，赚钱，短线，我认为很清晰啊。观点，我喜欢川普，他说的这些话我一点都不怀疑，他本来就是商人，不过他是史上对中国最强硬的总统，现在却被指责不够强硬，够讽刺。我没有讨论川普的政策对错啊，我们这个节目不讨论川普的政策对错，我也不指责川普我们只是讲川普是个什么样的人，好吗？所以请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要，第一，了解川普是个怎样的总统，他是怎样的人我不管，为什么？因为呢他的私事啊，我们要了解的是川普是一个怎样的总统，这是第一。第二，他制定中国政策的时候，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两点，我们才能够把握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脉络和发展的方向。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其实这个节目非常重要，没来看的人那损失大了。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他对中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国家主席影响还要大，这个我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美国总统，这很重要啊。所以川普很有可能连任，但是现在连任有变数，但是他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川普仍然是连任机会最高的候选人啊。我对川普没有评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讲川普是个怎样的总统啊。川普观点，川普不懂外交，没有战略，但手下一帮人还是不错的，像蓬佩奥，而且没有战略比错的战略好。
这话也不错。这一点哈，川普的直觉很厉害，川普并不是，我不是说川普一无是处，不是的啊，川普他有很多想法，川普有很多的政策描述是很有利的啊。你比如说，川普讲这个德国，他说德国这事儿呢不靠谱，为什么？他说德国呢要我们，他每年花几百亿去买这个俄罗斯的能源。可是呢，他又要我们驻军去保护他，抵抗俄罗斯，这事不靠谱。这话说的很有理。你想一下，美国一直在阻止德国修一条天然气管道通到俄罗斯，就是绕过乌克兰，直接就是从俄罗斯进天然气。美国一直是反对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说你既然你一直要抵御，美国认为如果你修了这条天然气管道，你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会越来越严重，这就不利于整个北约对俄罗斯的这种政策的执行，因为你会被他牵制，对不对？俄罗斯一不高兴把你的天然气一关，你就麻烦大了。对吧？这不是俄罗斯没干过这样的。其实美国的这个意见是对的啊，德国就不听，就非要建，而且这个建就要建这个事情。川普不高兴，我让你不建的目的是我们得一致立场，你不建是吧？那我就撤军。为什么？他解释这个立场，你花几百亿每年去跟俄罗斯买能源，我还得派部队在这里守护你，目的是抵抗俄罗斯的威胁，这是不靠谱。他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的有理，这个政策。川普呢，他没有那么复杂的语言，他也不做官样文章，但是他的很多政策呢，从单个政策来讲，他非常有利啊，非常有利啊，就是但是他没有战略，他政策跟政策之间没有关联啊，你找不到他的关联啊，找不到的关联，这就是他的问题啊。但是他手下的人是很厉害的，为什么？他手下的那幕僚代表美国的整体的水平，能不厉害吗？一定是很厉害的人啊。观点要是川普是博尔顿所说的人，他就不会集所有对中国的鹰派人物在他手下。观点我觉得说的都是真的，川普就是这么一个人，但川普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例子。在现在美国社会到这一点的时间点上，恰好需要这样的人。观点宁选笨蛋不选坏蛋，况且川普不是笨蛋，川普不是笨蛋啊，川普绝对不是笨蛋，川普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啊，而且我不说他是商人，为什么？在他身上，其实大家看到的，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商人特征，其实是错啊。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对川普属性的判断是错的，他不是商人没错，他是他的职业，做生意是他的职业，但是他最突出的属性并不是商人，他最突出的属性是个富豪，而且是个从小就有钱的富豪。在他身上，这个属性比商人属性更突出，就是那种我要什么，不要问我理由是什么，我不需要告诉你理由，我只告诉你我要什么，这是他的属性，这是他的特性，所以他不需要逻辑，因为在他身上他是不需要逻辑，因为他从小很有钱，家里有钱的一塌糊涂，所以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他不需要告诉他爸爸。我需要一个电脑，我们老师要求我们怎么，我需要一部电脑，他根本不需要讲理由，他只需要跟他爸爸说我需要一部电脑，他爸爸就告诉那个秘书你去给他买部电脑，他就拿到了一部电脑，他从来不需要讲理由，他是个这样的思维的人，所以我从来不讲川普是个商人，川普商人的特征没有他作为一个富豪的特征来的明显。为什么？我深有体会。
啊。观点：这种人未必当不好总统，有钱人培养出来的直觉有时很准，但是手下能力要很强。观点：主要是目前没有比川普更好的人选啊。很多人与其说是支持川普，不如说是支持他身边的那个领导班子。观点：王老师的立场非中非美，只站在香港的立场，谁对香港好他就支持谁。错，我不是这个，我谁都不支持，我只是站在中间，我要看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如果不是站在中间，大家看不到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因为我有偏见。香港当然我会支持香港，因为香港需要支持，没有人支持香港，我们不支持香港，香港就太惨了，是吗？而且我来自香港，所以我一定是支持香港的，但是我不是以香港为导向，说谁对香港好我就对谁好，不是这样。谁对香港好，我当然对香港，对，我一定会肯定他，这个没有疑问。但是我不是以这件事情为前提或者为视角去判断其他人的，那是不对的，那不专业啊。我还是要用一个媒体人的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当然我是尽量，任何人都有局限，对吗？请大家也要给我一点空间嘛，是吗？提问：如果川普政策出发点是连任，那么连任之后呢？这是不是就像很多高中生所有的思想心思都在考大学？至于大学之后他的人生完全没有规划，这会不会意味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能否谈一下你认为川普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有些人说川普不反共，其实不是的，川普是很反共，川普是非常反共啊，所以说川普不反共这是不对的。川普对中共有很多的言论啊，当然我讲的是他在这个当总统之前啊，这是第一个。川普其实还是有他的政治抱负的，这个没有疑问啊，要不他怎么会出来选总统？他是有政治抱负的，他对美国是有他的政治理想的啊，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啊。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民主党把美国带向了一个歧途啊，特别是过去10年，美国的政策全部都错了，所以他站出来选总统，这是他选总统的目的。他要把美国的政策掰过来，他认为美国的政策不对，要把美国的政策从这边掰过来，这是他的政治理想。这个政治理想他从来没有掩藏过，我觉得应该看得很明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当选总统之后连任之后会怎么样？他连任之后，我觉得他就没有了约束啊，他应该会更加怎么说呢？他就没有负担了，他也没有指望了，他也不可能修改宪法让他继续当下去，所以我觉得他就没有包袱了吧，我认为啊，这个我可以再想一下，让我再想一下，当选总统之后，连任之后，川普会怎么样？这是个好题目啊，我们观察观察。观点观点，川普每次完成一个目标，这也是他的优点。如果老政客忧虑太多，反而行动力太差。观点，朝远点看，必须投票给川普，没有其他人选。OK， 提问，不知道为什么王先生那么反感川普连任？你这说的不对，我从来没有反感过川普连任。我对下届总统我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不在这里讲啊，但是我不反感川普的连任，你这判断是不对的啊。提问，王先生希望川普连任吗？我不告诉你。身为台湾人，希望他连任。OK，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粉是很可怕的，支持才是对的，非常正确。粉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粉和支持者的区别是什么？粉
的结果是什么？粉的结果就是你不可以碰我的人哦，我是他的粉哦，你不能碰他哦，你不能批评他哦，你不能说他不是哦，这就叫粉。支持者是什么？支持者，我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支持的人，我就支持他，但是我不是所有都同意哦，我支持他，但是不是意味着我同意他所有的看法，这就是支持者。支持者跟粉是有区别的啊。秦皇亚投行宣布向印度提供 7.5 亿美元抗疫贷款。OK， 那看到了啊。观点：川普或者美国没有帮助其他国家解决人权问题的义务啊。知道了，你们说过很多遍，我知道了啊。情况：北京疫情控制已经恢复到2到3月的情况，有10几个街道被列为中度危险地区，确诊人士所在小区和楼房均被封闭隔离，病人去过的超市被封闭，单位恢复轮岗上班，单位正组织核酸检测，1天后知道结果。情况补充：北京又被封城，快件不能进北京，路上行车和行人少了很多。情况：小区测体温，还没查出入证，公司就是测体温，戴口罩，比3月份刚回北京宽松些。早晨跑步去天坛公园要刷码，并戴口罩。我这里是中度风险区，小区旁边的一个菜摊的摊主被隔离了，其他的菜摊还有菜，和老板聊天，说在庞各庄上的菜，要是庞各庄批发市场停了就没菜了。北京南站的车辆少了很多，朋友的珠宝城几乎没有人，好几天不开张。听说有病例的小区会封闭管理，我看到也就基本这个情况。非常谢谢，非常感谢啊。提问：王老师，美国保守主义精英层到底有没有个50年代史那样的长期倒供的新战略，亦或是一帮利己主义者？谢谢。我不管这些保守主义者。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面，经常有贴这么长一篇的文章，分析各个主义、各个派别的各种言论。非常抱歉，我没有研究这些派别啊，我只是研究美国的政治，我没有研究到这个级别啊，所以我不看这些东西。我只看什么？我只看一样东西，就是政策啊。共和党的政策，民主党的政策，我只看政策。你要是出来候选人，我就看他的政策。政策什么？政策代表一切啊。那你说的政治光谱当中，你在政治光谱当中，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你的历史沿革，我现在没有时间看这些，我只看政策。我很简单，我非常简单，我只看政策。你的政策，这个政策靠谱，我就肯定；你的政策不靠谱，我就否定。就是这样。我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呢？我是用一个记者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喜欢啊，这个人是左派，这个人是右派，这个人是民主派，这个人是什么派你先讲他是什么派，然后这个派一定了是吧？啊，他的政策对不对？他怎么我不是这样，我不管你是什么派，我只管政策。你出来的这个政策对不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就是这样的，好吗？提问：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请问您怎么看川普不把不支持自己的媒体都称为 fake news， 并拒绝回答他们的提问，这是否有损于新闻自由？是这样的，川普是一个和媒体关系最差的总统啊，还有很多总统和媒体关系也不好啊。美国的媒体呢，它也是有很多传统的啊。那么，川普他这样会不会损害新闻自由？不会，为什么？因为他这样的，他把不支持自己的媒体不叫不支持自己媒体，就是说他坏话的，说他坏新闻的媒体叫 fake news， 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他的态度不能改变媒体，所以他不回答问题没关系。对记者来说，采访对象不回答问题是常态，
你不回答也没关系，我又不是你，你不回答问题我就没新闻写了吗？我一样写新闻，所以它不能够改变。美国的新闻自由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建立在法律和制度之上。总统改变不了这件事情啊，尽管川普扭头就走，扭头就走也就扭头就走，没关系，没有一个记者害怕他扭头就走啊。情况今天很开心，我们北加州圣克拉拉县为全体居民做新冠病毒免费检测，不需要身份证，人人都可以，地点在公园。天气虽热，可是搭了很多帐篷，有很多志工送水，协助填资料，大家排队井然有序。如果检测为阳性，会在24小时接到电话通知；如果阴性，就会在4到5天收到邮件。如果全世界都能被检测，疫情就会得到更多的控制，非常正确。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检测是对付控制疫情的唯一手段啊，唯一手段。富豪思维，当年华盛顿就是富豪啊，要不是富豪就不去搞革命了。只有有过钱才能看不上钱，才知道财富私有神圣不可侵犯多重要，否则就是马克思理论共产主义。那也不对，共产主义理论不一定有富豪也是共产主义理论哦。而且大家是不是坚持不贪污，坚持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跟是不是富豪没有关系啊，这跟富不富豪没关系。观点，改变世界的人都是不讲逻辑的，例如乔布斯、马斯克、川普，他们敢想也能实现，而讲逻辑的人大多是中庸之人。王老师自己也讲过，历史上存在很多偶然事件，用逻辑无法预测。你把两个件事情放在一起，完全没有逻辑啊。观点，其实川普的表现与幕僚的搭配是完美的，既是本性的表现，也是刻意演戏。所有政策可以灵活，非常灵活。我知道你喜欢川普，我不反对你，可以喜欢川普，没问题啊。明谢啊，产 Claudia 谢谢 ，Harry H 谢谢，温小红谢谢 ，Joanne 王谢谢，请王舍吃 Donut，OK 谢谢。Simon 林谢谢 ，Ada 梁谢谢，周雨婷谢谢。媒体人的中立，给王老师点个赞，谢谢。观点，王先生有政治立场，但不是政客，他是以一个独立媒体人的立场，客观的分析各种人和事，非常认同。谢谢你的肯定，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下个节目再见，谢谢。